望城的孤魂们，今日不喝汤，就再不可入人间道。尔等为何还在犹豫？杀！世人皆知，死后要喝下孟婆汤，走过奈何桥，却不知有人即便喝下孟婆汤，仍无法忘记心爱之人。眼前这位名叫青衡的小伙，即便深知肉身已死，却还是在苦苦寻找爱人。然而孟婆作为掌管地府门户的地仙，却早已忘情忘我。他飞身一跃，猛地端起孟婆汤，让青衡喝下去。可青衡看见孟婆的脸，却发现自己苦苦寻找的爱人正是孟婆。尤其看见孟婆眼角的那颗痣，青衡绝对不会认错。可如今的孟婆早已没了两人相爱的记忆，伴随着一滴泪落下，孟婆已经生气了。不喝，你可就要跌落忘川河，人生千年情。万般无奈之下的青衡只能喝下孟婆汤，他的记忆也随之飘进了彼岸花中，伴随着两只地狱蝴蝶缓缓飞出。接下来只要跟着他们，便可走过奈何桥，转世投胎，再世为人。可青衡却不打算投胎，他要留下来唤醒孟婆的记忆。恰好此时阎王使者前来传令，今天就是1000年一次的开河之日。原来奈何桥之下就是冥河，冥河之下还有忘川河，而这忘川河之中还有无数不愿投胎转世的冤魂。为了让这群冤魂投胎转世，今天孟婆就要下到河眼之中，令所有冤魂喝下孟婆汤。可随着河眼大开，奈何桥上的青衡竟纵身一跃跳了下去。霎时间，青衡就感觉自己头晕脑胀，等再次睁眼，就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到处都是目光呆滞的孤魂野鬼，此时他们正在向孟婆行跪拜之礼。今世之苦就此了结。这是孟婆最后一次度化他们，如果这次放弃喝下孟婆汤，这群鬼魂也将烟消云散。面对高高在上的孟婆，所有冤魂也无心反抗，直到其中一名冤魂起身摔碎了手中的孟婆汤。争斗已是1000年，今日倒不如鱼死网破。眼看这群冤魂要造反，孟婆一声令下，让鬼差将所有冤魂斩杀。杀！凭借手中的斩魂弯刀，这群冤魂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空之上突然降下无数厉鬼冤兵，他们手拿巨斧，对着阴兵就劈了下去。而这正是厉鬼之王修罗的手下。有了修罗的支援，这群不敢还手的冤魂也生出了胆量。作为厉鬼之王，修罗一直都在等待一个机会，成为冥界真正的王。而他要做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干掉孟婆，夺取孟婆手中的灵石，从这里逃出去。只见修罗用尽全力扔出一把弑神长矛，正中孟婆肉身。好在只是贯穿了肩膀，并没有性命之忧。修罗见状，只好再次发动攻击。危急时刻，青衡及时出现，这才让孟婆躲过致命一击。在黑白无常的掩护下，孟婆和青衡躲进了一处破庙。可让孟婆没想到的是，青衡要做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脱孟婆的衣服。孟婆汤以8泪为引，1滴生泪，3分苦泪。喝汤过桥，该忘的就忘了。明明上了奈何桥，为何还在这里？我在找一个女人，她眼角有一颗泪。谁能想到，这世上竟还有孟婆汤都抹不掉的记忆？为了寻找自己的爱人，小伙纵身一跃坠入忘川河。如今爱人近在眼前，却无法与其相认，因为对方不光失去了两人相爱的记忆，同时还是掌管冥界门户的地仙孟婆。如今孟婆正被鬼王修罗追杀，为了避难，他们躲进了一处破庙。得知自己的汤竟对青衡无用，一时间孟婆也对青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现在你相不相信，这世上有喝了孟婆汤也忘不掉的感情？可就在此时，一群冤魂找到了他们，想要拿到灵石离开忘川河。面对一群小鬼，孟婆将宝剑往地上一插，勒开裤腿，收紧腰带，随即就跟这群冤魂展开厮杀。只见孟婆手起刀落，身法如电，辗转腾挪之间就能将冤魂斩杀。一掌之下气吞山河，冤魂也被拍出数十米。怎么还这么强？尽管孟婆已经受伤，却依旧是地仙之体。她将所有前来送死的冤魂斩杀，却突然被一名拥有弑神剑的老者偷袭。好在孟婆身法灵敏，连续躲过了弑神剑的3次攻击。孟婆立马横刀质问着冤魂老头：为什么有弑神的武器？说！这都是鬼王修罗给我们的，你们逼得我们只能投靠他，他能带领我们闯出王城。
听完老头的话，孟婆抬手就打算将其灰飞烟灭，却被一旁的青衡拦了下来。他实在不想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杀戮机器。老头为了报答青衡，就将两人带到了出城的路口。可此时鬼王手下却早就等候多时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尽管孟婆武力值爆表，但厉鬼兵的数量实在太多，而且自己也受了伤。为了不让鬼王得到灵石，孟婆只能将灵石放在了青衡身上，这也让青衡成了厉鬼兵的目标。他被死死掐住了脖子。为了保护灵石，青衡竟一口将灵石吞进腹中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厉鬼兵竟将青衡直接扛走了。为了得到灵石，鬼王修罗打算将青衡炼化。关键时刻，孟婆竟猛然现身。鬼王知道他会来，便早就准备好了无数式神长矛。今天他势必在这里将孟婆斩杀，让世间从此再无孟婆汤，王者也无需经过奈何桥。面对成百上千的式神长矛，尽管孟婆尽力躲避，却还是被巨力重伤，吐出一口老血。无数厉鬼见状，纷纷高声呼喊，杀死孟婆。谁若伤他，我便弑神。孟婆身为差使，尽动私情，罪不可恕。还有斩魂之心，为了一个不守天道的生魂，损耗自己的原始之梦。孟婆动情，竟主动吻向一名生魂，只因对方是自己前世钟爱一生之人。可如今爱人却要被厉鬼之王修罗炼化，从此灰飞烟灭，连投胎的机会也没有。为了救出爱人，孟婆置身于鬼王一战。可面对实力强大的鬼王，旧伤未愈的她很快就被式神长矛所伤。当年鬼王和冥王一战，却最终落败。如今他已经被囚禁在此上万年。鬼王最嗤之以鼻的就是先人所谓的天道。修罗，我交出灵石，别杀害孟青。眼看孟婆竟如此舍命相救，他马上明白青衡与孟婆之间的关系不一般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因为天道最不允许的就是男欢女爱，没想到孟婆竟然也动了情。为了救回青衡，孟婆答应修罗将灵石交给他。伴随着深情一吻，灵石被孟婆吸了出来。鬼王终于如愿拿到了灵石，很快所有冤魂就能够从这里出去，冥界的秩序也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。冥王得知此事后，马上下令让黑白无常首领去捉拿孟婆，因为丢失灵石可是天界重罪。孟婆自知时间不多了，她本想将青衡送去奈何桥投胎，可最终却还是晚了一步。黑白无常猛然间出现，他们受冥王之令要将青衡打到魂飞魄散，接着再带孟婆回去受审。可寄出的流星铁钩却被孟婆死死抓住。她质问黑白无常，自己前世的记忆在何处？为何青衡一直都叫自己孟青？这世上难道真的有连孟婆汤都抹不掉的感情吗？可就在这时，白无常却拿出了一只狐狸。原来青衡压根就没喝那碗孟婆汤，全都是狐狸替他所喝。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孟婆汤忘不掉的感觉。孟婆看着青衡灿然一笑，直言他就是个骗子。不过他还是恳请黑白无常放过青衡，自己甘愿跟着他们回到冥界受审。与此同时，无数冤魂已经在修罗的带领下来到了冥界。为了阻止修罗，冥王让副手判官前去与修罗一战。经过了上万年，修罗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，双方在冥界展开大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最终两败俱伤。而这边的青衡为了救出孟婆，恢复爱人的记忆，他拿到了彼岸花。随后他便徒手攀爬冥界山，眼看就要成功爬上山顶，却脚下一滑，纵身而落。可让青衡想不到的是，奄奄一息的修罗竟然救了自己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将自己最后的力量借给青衡。想带他走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要去哪里见冥王？青衡没想到鬼王竟然也有自己的执念，而拥有了鬼王之力的青衡也终于来到了冥殿。我便离去。谁若伤他，我便弑神。本王就成全你们。经过一番血战，终于让孟婆恢复记忆。原来就在1000年之前，两人本是一对夫妻，可青衡却因奔赴战场，从此与妻子孟青阴阳相隔。而孟青也苦苦寻找丈夫100年，最终喝下孟婆汤，阴差阳错成了孟婆。当死去的青衡来到地府，他听出了妻子的声音，便利用桌下的狐狸挡下孟婆汤。就这样轮回了1000年，记忆从未抹去。随着记忆全部恢复，孟婆也毫无顾忌地开始跟冥王硬刚。道有情，无情的是你，找死！面对造反的孟婆，冥王十分愤怒，他幻化出100米高的神像，一击就将孟婆重伤。眼看爱人受难，青衡拔起式神枪，顺着神像的胳膊就冲了上去。
随着神像碎裂，冥王不得不再次幻化出真身。他本想一招置孟婆倾横于死地，可结果却被一块巨石挡住。抬头一看，竟是本应该死去的修罗。原来修罗跟冥王也曾是一对情侣，只因天道禁止相爱，最终只能分开万年。而冥王也一直都在逃避。如今修罗以生命为代价，只是想再看一眼冥王。看着爱人就这样消散，冥王终于愿意直视内心的感情。或许是同为被情所困之人，他放过了孟婆，让这对有情人手拉着手走过奈何桥，投胎转世，情之一字，不知所起，不知所惜，更不知所终。我是香猪，咱们下期见。